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，我88年就博士毕业了。哥你好，我在记录个生活，想跟你聊两个问题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，因为我的视频就是年轻人看的比较多，创业类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您做什么职业的？我教书，教哪一类的？化学化工类的。在大学。在大学呢。您做这个行业多少年了呀你看我多大了？50多？60多。 60多，40多年了吧？您算退休了？算退了也没算退吧，工作接着干呗。那您的学历呢？能问一下吗？博士。博士？在大学里不是博士能教书吗？那应该是很好的大学啊。南京理工大学。您觉得您当时那个时代的学历跟现在这个时代的学历哪个更重要？学历是一个形式，哪个时候都有它的重要性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看你的能力，看你的水平，看你的层次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处于啥地位吧，达到啥层次，这个因人而异。您觉得这份职业给您带来的乐趣是什么？能做40多年，其实您是很爱您这个职业了。这很简单的，所谓的职业一开始就是维生呢。维生。慢慢，你只要干啥事嘛，你就会有兴趣嘛，有兴趣就有乐趣嘛。取得成绩以后，你就会有乐趣嘛。最后一辈子过后以后，你做其他的职业，你基本上就不会了呗。就跟你一样，你做自媒体，你一直做下去，你最后做其他你还会吗？那您最开始也是本科学历嘛，后面又读了研究生。我们那一届的博士特别少，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。中国最早的一批博士？对。哪个学校毕业？南京理工。我大学就读了10年，一直是本科、硕士、博士。哦，然后就留校了。就这么教书搞科研。您上博士那年是几几年啊？我88年就博士毕业了。88年博士毕业。我78年上大学啊。78年，我当时就高考刚恢复那会儿。有一届啊。给您现在生活1到10分，您打几分呀？自得其乐就挺好啊。这个总是有缺陷，8分以上嘛，过不到8分以上我很失败啊。剩下2分缺陷在哪里啊？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东西。我还想问，在您刚大学毕业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你觉得中间有没有想改变的？哪个环节改变？重新来一遍，我可以干别的，但是你一个人是这个社会上求生立命，你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呗。你这当前的事情都做不好，你说过的都没用。你把这个自媒体都没人给你点赞，就还有啥意义？你没动力了，那你就赶紧干别的去呗。首先奉劝你们年轻人，把当前这个事情想做的事情，或者说是必须做的事情，认真去把它做好，这就是生活态度。那你给现在年轻人一句忠告呗？就这个，你把它做好，实在不行你再做选择呗，说明这行不适合你。你们年轻有机会呗，我们年老了没机会了。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时代了。那当然了，自己迷茫了，你去找别人去咨询，多找几个人，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建议，你就会从中找一个对你适合的，或者说比较好的。你的学生他们出了社会，面对工作，他们也会迷茫吗？我的学生基本上就业目前来讲都干得还不错，在我这里出去最少是个硕士啊，大多是博士啊。就业方向是哪些啊？基本上是大学老师、研究院的研究人员，还有一些大国企的一些个搞技术呗，也有少数最后就转到去做行政，这都有啊。人各有各自己的命运和机遇，但是这个机缘是你自己改变不了，你能改变的就是你的生活态度、你的世界观和你的工作的态度，天分也必不可少。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跟你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，这是因为你受环境的影响，你们年轻人压力很大，天天考试啊，你们幼儿园就开考，我们小时候都是不考的，我们读书是凭自觉性读书，最大的区别。你们是为了考试读书，你们这代人，包括现在的一代人。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你们那一代的压力没有我们这代压力大？压力也挺大，那生活比你差远了。我那时候吃不饱，压力是各个方面的，看你怎么去认知。你觉得它是压力，它就压力；你觉得不是压力，它就不是压力。能给年轻人推荐一本书吗？年轻人的书啊，对，现在的书没法看。那推荐一些你之前的书呗，看过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。看你啥层次，这读书跟你的层次有关。就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吧，刚上大学，不要看那种鸡汤。读书它有几个阶层，第一个读书就是认知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。第二个阶段就用故事来吸引你嘛，玄幻的也好，武侠的也好。后边是一种跟你的认知有不有相关性，对你的认知跟你的认知的这个起点和层次有不有相关性，这种书你才最喜欢，没法推荐，因为你的层次不一样，就决定你读书的层次不一样。看你现在这个阶段比较适合哪些书，得自己去寻找。对，你自己去寻找适合你的，你觉得好看就是适合你的书。我给你推荐书，你根本读不起。
你像我读过《亲爱上学》，你读得懂吗？什么？亚里士多德的啥？《亲爱上学》，你读得懂吗？你听都没听过，你也读不懂。像大逻辑、小逻辑、逻辑学，你读得懂吗？你读不懂，因为你的层次不够。不是这个阶段该读的，不是你年龄层次，是你的认知层次达不到。但是奉劝一句，年轻人养成一个自觉读书的习惯，是专业以外的书，而不是我是教化学的，我读化学的书，那不叫读书，那叫学习，那叫学习你的专业知识。那是为了你的职业必须要拥有这个工具，就跟你搞自媒体一样，你不会编辑一个视频，你搞什么自媒体？就是你得多方面的去获取不同的知识。你如果自觉读书，你会比别人获得更多。你不自觉读书，我全部得读书，那不行。或者是为了装门面，我家有书，那不叫读书。其实现在网上大家都有一种观点，都是说他们觉得读书没有用。您觉得读书的好处是什么？第一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读书，这首先把这个问题就没搞清楚。第二个，读书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会通过读书，你对你的提升在哪几个层次上，在哪几个方面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说，你说没用，对。现在换钱肯定没用，对你的职业现在去找一个职业给你加薪，暂时是没用。但是时间一长，对你的人生来讲，对你的层次、对你的品味、对你世界观的改造、对你三观的改造，它是有很大的作用。您在80几年就是博士生了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就是网上有一种声音，他们觉得学历也没有用，因为学历一抓一大把。您怎么看这个？这个天底下就是这样，人家有的你应该有，人家有的你不一定是最好。当你有的时候，你一定在这个领域里面，你应该是做的最好的才行。为稀为贵，什么叫稀？当你独一无二、缺一不可的时候，你叫稀。你也是博士，我也是博士，所以不稀了。当然你是博士，我是博士，这件事情我能比你干得好，我就比你稀，是这个点吧？学历只是一个门槛。